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有无名，罗曼蒂克就不会消亡。无名的第一场戏就是梁朝伟坐在凳子上。这一场戏和《色戒》最后梁朝伟坐在白色床单上的镜头十分相似，似乎是在暗示我们这个故事和《色戒》中的故事有一定关联。无名里面还有许多彩蛋，可以说是献给影迷的礼物。王一博西装革履在镜子面前穿衣服的镜头是致敬了梁朝伟在《阿飞正传》结尾时整理衣装的镜头。王一博和张婧仪在夜总会里面眼神相会时的群像，致敬了《一代宗师》里面的叶问和宫老先生比武时的唐子。片尾王一博前往香港时，镜头里透出金黄色的光雾和尘土，与香港摄影大师和翻译组照片如出一辙。而这一段的配乐又非常有王家卫的韵味，最后的彩蛋则很像《无间道》中的天台对决。致敬归致敬，无名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成耳电影，后劲十足，回味悠长。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无名，因此片中的许多人物都没有具体的出现名字，所以接下来我在讲述的时候就用演员的名字来替代角色的名字。生活在乱世中的人没有多少是无名英雄，更多的是无名小卒。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那也要看历史的进程和命运的机遇。故事虽然是非线性叙事，但是稍微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讲的是什么时代的事情，所以影片的门槛并不算高，只要认真看就不会错过时间点的跳转。无名中的梁朝伟仍然和色戒中的梁朝伟一样，就职于特务机构76号，不过他对应的不是易先生，而是易先生的表哥。从他的台词可以判断出，他是老国民党，在广东沦陷后，看到整个国民政府的堕落，不作为而深感失望，因而离开重庆来到南京，潜伏在汪精卫政权里面。他是特工部部长的表哥，部长由大鹏扮演。从他的扮相可以看出他的原型是周佛海，汪精卫政权的3号人物，而这个人物在近代史上有着多次立场地转换，著名骑墙派。无名可以看成是悬疑片，也可以看成是谍战片，但归根结底这是一部历史片，它反映了在历史浮沉的小人物和大人物的选择。影片中出现了3种狗，有广东沦陷时瘸着腿在暴雨中觅食的丧家之犬，它的命运就像是国破家亡时人民的命运一样；有伴随日本航空兵在飞机上的秋田犬，名字和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重名；还有特务机构76号养的凶恶的大狼狗，和色戒中出现的大狼狗一样，暗示着特务们的凶残以及他们是日本人的鹰犬。汪伪政权成立后，南京、上海成为了多种势力角逐的新战场。有汪伪政权的人，有重庆方面的国民党，有共产党，有普通民众，而在日本方面也有石原派和东条派2种主要势力。石原派是石原莞尔的追随者，石原莞尔在1931年出其不意地占领东三省，主张固收满洲，不入关。东条派是东条英机的支持者，东条英机主张跨过山海关，拿下中原，全面占领中国。片中的森博之是石原派，他一直念念不忘满洲，并且说总有更激进的后来者，就是这个原因。不过，正如片中的梁朝伟所说，石原派、东条派对我们来说都是战争罪犯。梁朝伟说出这句话，就是向日方摊牌，表明他的抗日立场。故事的主线或许并不明朗，
但大致能看出是抗日力量和日本及其鹰犬之间的对抗博弈。当故事进展到1945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命运都变得迷茫起来。这时候，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失败，自杀；亚洲战场上，日本穷途末路。南京方面，汪精卫病死，周佛海策划着另谋出路。小人物们的命运更是如汪洋中的一叶小舟。当觉察到日本快要战败时，所有人都在给自己找后路，就连日本军官也在给自己找后路。大鹏早早的就开始为自己谋划出路，与重庆方面联系，但最终还是被秘密处决。日本人满以为即使战败，中国方面也会谨遵日内瓦国际公约，把他作为战犯优待送回国。而这时的女人却为了革命理想义无反顾，他们有人牺牲，有人下落不明，有人功成身退。正如片中王一博和王传君的对话所说，女人为政治而生，而男人以政治谋生。程耳把女人拍得太美了，江疏影简直脱胎换骨，周迅很久没有这么美过了，张静怡也很惊艳。这些女人不仅外貌仪态美，她们的整个生命都是美的化身。例如江疏影这个角色，她对应着王佳芝，她是重庆方面派出的女特务，一直跟在大鹏身边，因为动情心软，导致任务失败而被捕。不过，江疏影的结局比王佳芝要好一些。在审讯她的时候，不管是审问她的梁朝伟还是日本人，还是梁朝伟手下的2个小卒，都不忍心杀她，被她的美所打动。这不是男人对女人出于欲望的渴求，也不是男性高高在上的怜香惜玉，而是在乱世中，在黑暗中生活的人对美本身的一种呵护，一种向往，一种哀婉地不切实际地理想主。无名之辈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大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没有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好人，但有一丝善念，有一点理想，罗曼蒂克就不会消亡。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